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2盆是超过了3个月没有浇过一次水、没有喷过一次水的兰花。它的根长得是那么的好，但是听听这声音，水苔都发脆的声音。这2颗兰花是我1月份的时候网购回来的，2颗的根都是干到发脆了，一颗带有叶子，另外一颗连叶子都没有了。这2颗是天鹅兰，一颗是黄绿天鹅，另外一颗是黑珍珠。按照美国兰花协会的指引，我这样来处理它。首先用干的水苔，然后用水把它喷湿，再把干的根轻轻的包起来。这里要注意一点，这些水苔不要喷得太湿，因为现在这些兰花处于休眠期，根本不需要水分。把水苔喷湿只是为了我们操作方便。再来看黑珍珠，看看它的根，应该没干之前，这些根也不算好根，所以把它修一下。其实这些根已经是干死了，不能工作的了，留着它只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。这颗黑珍珠有2个苗是带着叶子的，这2个带着叶子的苗还没有老的茎杆大，本来它应该还继续生长的，但是美国1月份实在是太冷了，再加上它的根本就死掉了，我现在就要逼它休眠。这颗带着叶子的它还没完全休眠，我就给它喷了1次的水，让它有一些缓冲进入休眠。另外的1颗根本没有叶子，就不需要给它喷水了。然后把它们放到装有水的玻璃瓶子上，瓶口跟这个杯子贴合，但是可以拿起来的。水不要贴到杯底，要留有大概2寸的高度。杯子有很多的小孔，瓶子里的水分通过这些小孔给兰花提供一定的湿度，确保它不变成笋干，然后把它放到有闪射光的地方，让它好好的睡一觉。这个过程完全不需要给它喷水、浇水。睡醒了，它就会长出小苗，小苗长了之后，再慢慢的长根。看看这些根，多漂亮的根呢！看。这是真正的水晶根，非常的漂亮。天鹅兰冬天休眠，春天醒来，夏天快速生长，需要大水大肥。我想原来的这些水苔太少了，纯的水分可能不够应付它的需求，所以在它的根还没有长到很长的时候，我给它加了一点植料。首先在杯底放了一些泡湿然后沥干水分的火山石加树皮，还有加了一些泡湿了然后拧干水分的水苔。这些水苔比较软，可以给这些肉嫩的根一个保护的作用，还给它提供一个比较润的环境，同时也给这个兰根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就是诱根。植物啊，其实它是非常聪明的，为了求生，它会拼命的长根，去寻找水源。我现在把这些带着湿气的植料放到杯子里面，它就会朝这个方向生长。暂时这样子就行了，不用给它浇水。上次包水苔的时候是1月份的，一直都没有浇过水，等于这些水苔就是新的，
所以等一下改一下日期就可以了。再看这个黑珍珠，一条根都没有，因为当时这一颗还带着叶子，它睡得晚，醒来也迟一点。我采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加一点质料，两个的日期都改成4月份，把给它新质料的日期记录下来。杯子里加的新的质料是潮湿的，现在呢就不需要给它浇水，根就会向有水的方向生长。我从网上看到，有的人怕它太干，用喷壶在盆面上喷水，结果根就往上涨。而我这种方法在下面提供水汽，兰花的根就往下长，去寻找水源。这里有一个技术要点，就是瓶口跟这个杯子要比较吻合，而杯底下，就是这个盆底下跟这个水之间留有大概2寸的高度，这样形成的水汽空间更好。看到吗？瓶子里面很多的水汽。看一下加了湿润的质料之后10天没有浇过水的这些兰根，拼命的长得这么长了。看，新加的水台已经包不住，为了求生，它拼了命的往水源去长。今天我还没打算给它浇水，等我看到瓶子里所有的质料都干了，再给它浇水，而且是循序渐进，给它小小的，然后慢慢的增加水量。听到吗？其实表面是很干的，但是我觉得不应该给它喷水，继续鼓励它的根往下长。来看一下这颗黑珍珠，暂时我还没有看到它任何一个根尖，说明它的根长得还不够长。所以呢，这一颗我暂时是不会给它任何的水分，继续这样子就好了。有根的这一颗，当质料干了就可以给它浇水了。另外的没有根的这一颗，就要继续的等杯底看到它的根了，才开始浇水。